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志乔，在这边向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问好，大家好，大家平安。那我们这集呢，邀请到4位非常坚强的来宾阵容，透过他们的多元角度，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国际大事。马上介绍他们出场。第一位是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建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时事评论员王尚志。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欢迎4位加入今天的讨论。那我们当然一开始的重点呢，还是刚落幕的这个川习会啊。那这一次亚洲非常的热闹。除了川习会之外呢，在这个韩国庆州主办的 APEC 峰会，也在10月31号这一天是正式展开了。我们看到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他上任以来呢接待的第一个国际大场面那李在明这一次呢，也亲迎了21个会员国的领导人包含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上演了一个相见欢了。那么习主席呢，也是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发表了5点的建议。我们看到，共同维护多边的贸易体制，共同营造开放型的区域经济环境等等的这些，主要都是在讲一些比较大格局的场面话啦。但是有一个很重点共同维护所以他一直想创造整个亚洲共赢的一个感觉。那其次就是呢，这个川普这一次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他立刻就坐上空军1号回美国去了，所以把这个大场面留给了习近平。那川普不在，可以说这次的 APEC 峰会这个最重磅的外籍来宾呢，那就是习主席了。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次他们中国大陆想要在亚太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还有特别重点拉拢哪一些国家，趁着川普不在。我们这个先请尚志哥来分享你的观察。我想确实是在这个 APEC 的会议当中，一旦川普不在的时候，整个主场，尤其这又是亚太经合会在对于整个亚洲的总体的这个塑造也好，整体的愿景也好，当然还是以中国乃至于习近平的意志来确定这一点。所以他这次在 APEC 当中提到的，我刚刚剑桥介绍的这个5个重点，对，看起来其实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个硬邦邦的东西，可我必须得说这里头其实描述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习近平试着在表达一个所谓开放的亚太经济环境。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无论在美国或各方面来讲，现在所谓的这种孤立主义蔓延在整个全世界的经济状况，以美国为首，那么包括关税等等各方面这样子的冲撞，让所有的地区或国家单单在保护自己，甚至在寻求自己的这种竞争力的本身作为对抗的资本。那这个时候，其实所谓过去长久以来对于经济开放，特别是在 APEC 对于亚洲国家，包括对中国这几10年来产生的效益，其实慢慢被遗忘了。所以习近平在这讲话当中有特别描述了这个部分现在整体的全世界的风险，以及包括这100年来对于亚洲国家当中非常重要的机会。因此，当他描述这个开放亚太经济的这个格局跟状况的时候，他整个谈话里头并没有那种负面点名或者在暗示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这些不是，而只是很专心的描绘我想这里头很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中国大陆刚好才在先前上个星期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部分对于“15+5”的未来中国大陆建设的这个5年计划当中的建议这2万多字。轮廓框架都出来了。其实我们在看到现在习近平在 APEC 当中所提出的这个建议里头，基本上完完全全衔接了中国大陆其实“15+5”的这个部分的经济的架构，所以他也在这里头提到中国大陆的所谓的未来的自由贸易区，以及这种开放性是会由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示范。那这里头当然就描述了跟所谓的亚洲地区为主或全世界的自由贸易的不只是一个愿景理念。共同性，乃至中国现在刚好这个“15+5”刚宣布的东西，很具体的，包括像海南，我们所知道的，都可能会在未来整个亚太开放经济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我想这里头究竟是要一个营造一个氛围呢？究竟只是要说的一些要跟美国过往的这种孤立主义来做一个对比呢？也许在谋略上都有，但至少在场面上来讲，在这次没有川普的这个个人风格之后，正式的用一个经济思路或国家经济思路去推广、去描绘一个未来亚太各国当中相处的一个具体的愿景。我想习近平需要用这种理性来拉拢，不再是用过去美国那些这种又有高压又有棒子又有萝卜的过去传统的权力方式来拉拢。好，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见面3分情所以借由这次 APEC 峰会，这个习近平可以在韩国一次见到非常多整个全亚洲重要的这种重磅级人士。那
川普这边是先走一步了嘛，回去美国。那纽约的帕克战略咨询公司其中一位专家肖恩金，他就认为川普这次走得太快了，都把舞台留给习近平了。哪怕你开完会，你就算不继续留下来这个参加 APEC， 你好歹双方声明一下嘛，然后也要特别说个话，说我虽然人已经不在南韩了，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盟友，我们美国精神人与他们同在一起之类的嘛，这场面话也没有说。然后呢，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这个专家古德曼就分析习近平这一次就利用这次 APEC 的做球，他希望把中国跟他本人塑造成这个亚太地区真正的领导者。我们从种种的外交动作来看，川普这一次走得那么快，会让美国失去哪些这个战略契机？我们说，你连这个趁机保干净的机会都失去了，杨老师。他就是川普啊，这是他的风格，这是他的做事的方式，他以利益为依归，他以实际的效益为主要的考量，那不觉得这种所谓的大败败型的这种 APEC 的领袖峰会，对于他个人的外交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反而要花时间跟这么多领袖，也许一起合照、分开合照，那会不会有别的领袖要求跟你进行双边会谈？这个都是过去参加 APEC 领袖高峰会所有的领袖都会做的事情，包含我们台湾的这个领袖代表，这一次是林信义先生，他也会去安排一些双边。然后呢，多边的一些场合，然后出席一些会议。川普根本不在乎，他觉得根本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媒体会分散虽然他走到哪里一定都是媒体焦点是没错，但是分散的情况之下，他似乎得不到美国他觉得对他有帮助的外交的利益跟媒体的报道，这是他的风格。然而其实刚才尚志雄讲的也没错。那我们在学术界把它叫。在90年代的时候当 APEC 开始慢慢的受到重视的时候，有2股力量，一个叫做亚太主义，一个叫做亚洲主义。其实简单的讲，亚太因为有太平洋，对，也就太平洋两端，也就是把美国也包容进来，在东亚叫做亚太主义。所以我们后来就叫亚太。那当然到了拜登的时候呢，扩充到印太。亚洲主义其实就是把美国排除在外。是这2股力量不断的在拉扯。那你就看到后来 TPP 跟 RCEP 就有点这样子情况。结果川普上来之后退出 TPP， 使得 TPP 很尴尬的马上转变成为 CPTPP。那你现在看到亚洲的经济一体化都是以 RCEP 为主，所以在这一次，川普大概也觉得亚太主义在 APEC 在亚洲其实已经消退了，也是事实。因此你在这边多留下来，只不过也是一个外交的场合，媒体的报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意。所以你说他的风格是如此，但就实际上，其实美国在亚洲的亚太主义的影响力其实是与日递减啊。那这一次这个全球大人物齐聚一堂，我们也观察到，都是这个男性的领袖之外呢，其实有一个人万绿丛中一点红，是谁呢？就是这个日本的新首相高市早苗。他的一些跟领袖们的互动其实蛮有趣的。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先在日本跟川普会面的时候，挽着他的这个手然后呢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2个人还去吃了一顿这个私密的午餐。所以高市早苗其实上任以来他许多的动作可以值得观察。那特别的就是呢，这一次高市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其实中日的官员就先动起来了。我们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他先跟这个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呢，他们聚焦在北京的一些稀土管制，还有福岛县周边这个水产线路输入到中国限制等议题他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呢，高市跟他的内阁想一举化解可能之前其他几个首相跟中国处得不太开心的一些议题上希望高市这边能够化解。把一些矛盾处理掉。那 APEC 这个峰会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会嘛？目前看起来高市做得怎么样？张俊觉得？其实这次的 APEC 峰会，我相信想要见习近平的各国领袖非常的多。对，除了昨天我们看到的川普之外，那现在来讲最急的跟习近平见面的，应该就是高市早苗，因为他是新上任的日本首相那这个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也当然是必然的了。除此之外，据我了解，还有加拿大总理他也希望说能够跟川普见到面，因为现在加拿大很多的产品来讲，中国也对它做了管制跟不再采购比如说菜籽油等等这方面。
但我认为说高市，因为之前到现在为止他当选首相以后，我们从一个指标看得出来，就是习近平并没有发贺电给他所以代表他之前来讲，中国对他还是抱有很大的这种就是对他的而后的态度还是在观察之中，还是在观察之中你到底会怎么样？因为之前他极右派的标签贴得蛮鲜明的，尤其是他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事情，我相信不只是习近平包括中国很多的民族来讲的话，民众来讲的话，也没办法接受高市早苗这种极右派，而且是甚至有仇中的心态从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个中日两国，当然我们希望整个在亚洲地区能够和平和谐。对。但是这个日本毕竟来讲的话，他如果说是他一直想要恢复到他军国主义的这种作为来讲的话，在历史上面他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等这些事情，我想中国民族来讲的话是绝对没办法接受的。所以你说，我相信这次来讲的话，习近平跟高市两个人现在来讲最新的消息是，这个他们两个并没有参加 APEC 午餐会而单缺席。那大家媒体就揣测他们两个是不是私底下去见面了？当然你说他们两个去私密参会，我觉得这有一点这个言过其实了。毕竟我想习近平绝对不像川普一样是习近平应该是很稳重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风范，不会跟川普一样这个又搂又抱的，然后这个应该是不至于。但是我相信这种动作代表说是习近平跟高市两个一定有很多的这个议题要说，包括到整个日本要不要修改他的安保3要件要不要恢复他的军国主义，要不要这个再跟美国采购所谓攻击型的武器，还有日本自己希望说是能够发展它的军工产业，那这个是国防安全方面。那在经济议题方面来讲的话，我想说稀土来讲，这个大陆应该跟全世界做法都一样了，就是说这个解除这个管制1年的时间，应该会继续供给日本这个它产业所需要稀土，但是它一定会这个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就是你要买多少，你用多少，我一定要追踪给你。你知道吗？稀土这一项来讲的话，日本是大量的囤货，它一年譬如说要用10吨来讲，它可能囤到500吨那么多，所以它是囤货的。所以呢，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对稀土它一定会说我会供给你，可是供给你的这种审批来讲的话，你需要多少数量，你一定要如实来讲，它不会让它囤货。那日本会不会借这个机会大量囤货，这是有待观察的。那我认为说是福岛的这种核污染的这个水产品来讲的话，中国这方面是不可能会放的那之前来讲几个首相都没有放，何况是高市早苗。那在中国来讲，对他还抱着一种就观望的态度来讲的话，短时间是不会忘。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两国见面还会谈一个话题就是钓鱼台的话题，应该也会在这方面来做这个讨论因为钓鱼台毕竟是中国的领土嘛。那中国来讲，现在来讲几乎每天海警船也都在那边巡查。我想高市在这方面也会跟习近平做一个讨论。了解。好，那说到这个中日，如果要把这个丑话先说在前面了，那绝对还会有军武的这一个议题军事议题。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就跟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一场会谈里面赫格塞斯就警告中国构成严峻的区域安全威胁。那小泉也是说，是，所以呢，日本的这个防卫费占 GDP 提升至2%的这个政府目标呢，他们希望要来提前实施。原本是2027年，希望尽早到2025年就要来做这件事情，并且也要修正刚才将军有提到的这个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些文件所以呢，国防这边看到美国这样推着日本，要求你摆出更强硬的对中的这个军事姿态，我们要维持第一岛链这样同仇敌忾的感觉。但是高市早苗就像刚刚提到，他有很多议题想要解决水产品，然后一些土地、钓鱼台种种之类的。那现在这边他的这个防卫上又在跟赫格塞斯这样子同仇敌忾，那他的平衡外交究竟要怎么做？所以这次 APEC 的契机，张教授认为美中日的3方关系，你觉得值得留意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高市早苗他有意缓和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毕竟有多方面的考量跟压力。对，比如说尤其是经济，因为中国大陆跟日本这个双边的贸易是第2大，当然，因为日本跟美国是最大的贸易，但是现在问题是美国对日本实施关税战他要去找一个替代的市场、替代的对象是往哪里找？中国大陆，因为它是第2嘛。对。
在去年2024年，日本对中国大陆出超40亿美元，他赚了，但是他对美国那个日本的这个我们讲出超啊，685亿美元，你看那么多，巨大的差别。对他现在往哪边去补？因为他现在打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关税15%啊，所以日本很多压力，日本还要买美国的稻米、美国的汽车等等这些产品。那所以日本是不是这样？那你要找替代市场、替代出口啊，中国大陆。这个时候不能中国大陆搞僵。第二个，我们来看日本近年呢，它的这种疫后啊，它的观光客回流出来了，很多中国客去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加上香港、澳门呢，是一年是1060万观光客，是全世界最多，遥遥领先。第二名韩国。是。那这样的话，这个观光客市场重不重要？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好，观光客就会多。如果因为搞不好，意思是那个中国大陆的我们讲到的这个民族主义会鼓动，一鼓动，整个观光客会下掉。那这样的话，对日本的观光事业、观光产业是会有影响的。第三个，我们来看呢，就是要在区域安全，我们叫做地缘战略。地缘战略，我们知道日本的这对象不是光中国大陆，北韩它面对的3大核武国家，第一个俄罗斯，核武强权呐，那个再来北韩核武强权呐，中国大陆核武强权呐，日本什么核武都没有。你看他面对这个，不要搞那么多的怼敌人了，跟中国大陆稍微缓降，因为毕竟跟俄罗斯打过我们叫日俄战争，打过二战了，那跟韩国也不好谈，都不好弄，那就跟中国大陆习近平好谈一点，对，跟中国大陆相对缓和一点，对日本来看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个，我们来看日本呢衰落40年，1985年的9月，我们叫做广场协议，日本整个的经济就泡沫，没错，一直到现在2025年。那经济泡沫到现在为止，又是变成好像第二波的广场协议，因为就是关税战的关系。那你这样子玩下去的话，对日本的整个国力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经济压力。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国防压力。为什么？美国要求日本要到达 GDP 的2%，对，就是国防预算，而且今年就要到达，变成这个日本压力大不大？大。这边有关税战，这边又有这个要国防预算要增加到GDP 的2%，日本当然赶快做调整啊，不要老是。一直压单边啊，所以我认为日本是因为来自于美国的军事这个方面的采购的压力，跟经济上关税的压力，它不得不缓和跟中国大陆这边的关系，是因为对日本的经济来看，对日本的观光客来看，还对日本的区域安全来看，都会有一些帮助。